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前些年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21世纪是属于亚洲的世纪。过去几十年来，亚洲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区域。整个亚洲经济体的规模也将很快超越世界其他经济体的总和。同时，在西方内部也有一种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思潮，取消和摧毁西方文明的基础，鼓吹多元文化，几乎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如今，在中美对峙的大背景下，这些思潮会如何影响世界的未来走向呢？首先，亚洲之所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秩序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提供的有利的战略环境。同时，东方文化吃苦耐劳、重视教育的特点，也使很多亚洲国家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世界其他地方。亚洲在经济上的崛起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也是美苏冷战的高峰期。美国及其盟友与苏联集团争夺影响力，为很多亚太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伞，确保亚太地区的海上交通线保持安全和开放，同时倡导建立一个开放、一体化和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能够在此基础上互相合作、和平竞争。在此期间，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亚洲大量投资，带来了资本、技术和创意。在西方主导的秩序框架下，很多亚洲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得以腾飞，先是日本，然后是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1970年代以后，亚洲的崛起进入第二个阶段，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也加入了亚洲崛起的进程。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式弯道超车的增长模式开始动摇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中国的垄断资本加低人权的经济模式，经常把一个产品的零售价做得比西方的成本价还要低。结果是，只要是中国涉足的产业，西方国家如果不跟着卷，就没得玩。此外，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输出，通常也是通过中国的关系文化，走上层路线，搞定别国掌权的关键人物，通过种种幕后交易签下大合同。结果往往是搞定了当地政府，却没有搞定当地的民意。诸如“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都因为缺乏透明度或可行性而受到很多批评。又比如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使很多非洲人觉得中国在掠夺他们的资源。很多非洲国家的政府虽然亲中，但人民却亲西方。尽管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外宣媒体等努力在海外打造软实力，但总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东西方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越来越激烈。西方世界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越来越负面。有人说，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东方专制国家靠奴工制造的低价商品倾销到西方民主国家，一方面的确让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生活滋润，但同时也让他们变得懒惰和愚蠢。结果是西方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天真，东方国家的劳动人民则变得苦大仇深，民族主义高涨。然后专制政府会煽动这群苦大仇深的奴隶，用高度集中的国家经济实力，甚至用武力去征服那些养尊处优的民主国家。最终的后果可能就是全球人民都一起沦为奴隶。这话虽然说的有点夸张，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西方人的一个天真的表现就是西方左派鼓吹的所谓文化多元化。他们先是认为只要是多元化就是好的，逐渐变成了只要是不像西方的，他们就认为是好的，值得鼓励的。他们打着重新认识东方之类的口号，实际上是在阻碍非西方的进步。好像那些落后的文明应该永远作为他们的文化观赏物而存在。这等于是对落后文明说，你们要变得和西方一样是不好的，你们为什么要做人呢？
你们就做大熊猫就好了，让我们看着新鲜，你们没必要西化，也没必要搞现代化。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也威胁到西方价值体系的根基。西方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被切割的越来越多，西方的政治精英也越来越多地认为与中国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西方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体系。在西方内部，虽然各种反对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思潮来势汹汹，作为西方领导者的美国正在走向衰落的论调也一直不绝于耳，但近些年西方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流，说明美国仍然具有很强的韧性，美国的体制仍然保有着它容错纠错的能力。在东方，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充满自信地摒弃西方模式，走上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道路。可以说，中美双方分别都在走向保守，走向各自的国家民族主义。中美之间的对峙兼具了经济和价值体系互相竞争的含义，这和美苏冷战时单纯的意识形态冲突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经济拥有巨大的活力和日益先进的技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最后几年摇摇欲坠的计划经济。而美国虽然处在剧烈的内部矛盾中，但也仍然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大国。可以预见，中美之间的对峙将会是长期的，它也不太可能像美苏冷战时那样在其中一个国家和平崩溃的情况下结束。回顾历史，中美之间目前的对峙和互相竞争，倒是和18世纪时英法两个殖民帝国持续近100年的互相争霸有些神似。当时的英法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殖民帝国，英国经过光荣革命是率先进行君主立宪的新教国家，而法国是守旧的天主教王权专制国家。英国是传统的海洋强权，其殖民扩张率先遍布全球，而法国是新崛起的大陆强权，其殖民体系也在向海外扩张，和英国利益形成碰撞。英法之间当年的争霸和现在的中美对峙一样，也兼具经济和价值体系互相竞争的含义。英法之间的争霸对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都有着巨大的推动。在当时的法国人看来，英国是一个贪婪的即将崩溃的旧帝国，就像现在的很多人看待衰落中的美国一样。而法国人认为法国才是繁荣的智慧与文化的国度。然而法国的崛起却使英国人的爱国心复苏高涨。譬如英国国旗和英国国歌天佑吾王都是在这期间出现的，就连英文的爱国主义 patriotism 一词也是在这期间出现而流行的。而且为了对抗法国，英格兰在这期间与苏格兰、爱尔兰相继合并。可以说，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塑造和团结都是受英法第二次百年争霸的刺激所致。法国的势力在路易14时代达到一个顶峰，而随后的7年战争是英法争霸的一个决定性冲突。英国依靠盟友普鲁士的力量，在欧洲大陆死死拖住法国，从而以自身极小的代价就赢得了英法之间这场决定性的争霸战争的胜利。和法国类似，中国是一个大陆大国，但也一直致力于海军的现代化，渴望成为一个海洋大国。中美之间目前的对峙和互相竞争，使人们预期中的亚太世界所依赖的战略环境变得微妙起来，而亚太地区的日本、澳洲、印度等现实和潜在的西方盟友，可能会在未来中美长期的对峙和竞争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法国在7年战争前后与英国缠斗期间，一方面战场失利，一方面在国内也同时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后来经过残酷的大革命后，靠着拿破仑的军功，法国虽然又再次获得短暂的辉煌，但最终还是被英国压制。后来的法王
拿破仑三世还是选择与英国合作，当英国的小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共同对抗更野蛮的强权俄国。中美关系近期的走向要看双方领导人的智慧，能否为两国找到新的和平共处、良性竞争的新秩序。而中国未来长期的发展，还是要看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当年王岐山向官员们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确实是有深意、有远见的。中国会不会有自己的启蒙运动？会不会爆发又一场大革命？会不会也诞生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强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留言、点赞，谢谢大家。